进口中国武器最多的10个国家。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如果把全球军火市场比作一场顶级博弈，过去几十年规则一直被美国和俄罗斯牢牢掌控，高端战机、防空系统、潜艇、军舰、精确制导武器，几乎是欧美俄的专属垄断。但近10年来，全球军贸市场正在发生一场肉眼可见的颠覆性洗牌。凭借极高的可靠性、极致的性价比、无政治附加条件、全套体系化交付以及可以转让生产线、长期售后全包的优势，中国军工已经从过去的廉价替补，变成了如今的高端首选。从中东豪门到欧洲小国，从非洲大陆到东南亚群岛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大规模换装中式主战装备。今天，我们依据国际权威智库 SIPRI 近5年军贸数据、各国国防公开采购清单以及重磅军贸大单落地记录，为大家盘点全球进口中国武器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体系最全的10个国家。第10名，土库曼斯坦，中亚隐形防空强国。很多人对土库曼斯坦的军力印象非常模糊，但在军贸领域，它是中亚地区最彻底的中式防空体系用户。作为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不需要大规模进攻性武器，但对国土防空、边境防御有着极高刚需。依托和中国长期稳定的能源合作，土库曼斯坦以资源换军备，完整搭建了一套中国造远、中、近3层立体防空网络。其主力装备全部来自中国 FD-2000远程防空导弹，负责国土大范围区域拦截 ；KS-1A 中程防空系统填补中层防御空白 ；FM-90近程防空系统前卫系列单兵防空导弹负责低空补盲和野战防御。除防空体系外，土库曼斯坦还批量引进中国远程火箭炮、轮式装甲车、边境安防设备。对于军费有限的中亚国家来说，中式装备体系完整、上手快、维护简单，不捆绑政治条件，完美适配小国国防需求。也正因如此，土库曼斯坦稳稳跻身中式武器进口前10行列。第9名，安哥拉，非洲中式陆战装备大户。安哥拉是非洲南部老牌军事强国，也是中国军工在非洲的核心老客户。经历长期战乱后，安哥拉开启全面军备现代化更新，放弃了繁杂难维护的欧美老旧装备，全面拥抱高性价比的中国制造。在陆军方面，安哥拉大批量采购中国主战坦克、轮式突击炮、步兵战车、远程火箭炮系统，实现陆军主力装甲力量全面换代。空军列装 K8 高级教练机、彩虹系列察打一体无人机，补齐空军训练和对地打击短板。海军则引进多款近海巡逻艇、舰载反舰导弹，强化漫长海岸线的安防能力。非洲多数国家军费拮据，欧美武器价格昂贵，售后苛刻，零件更换成本极高，而中式武器皮实耐造，适应复杂环境，故障率低，后勤压力小，是非洲国家现代化国防的最优解。安哥拉也凭借海量采购，成为南部非洲中式军备的标杆国家。第8名，印度尼西亚，万岛之国的海防核心依赖。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最大群岛国家，岛屿分散，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海防压力巨大。为了维护海洋主权，应对周边海上博弈，印尼长期坚持多元化军购，而中国海防装备已经成为其国防体系的核心支柱。印尼重点引进 C802、C705 系列明星反舰导弹，这款导弹射程远，突防能力强，性价比极高，大量列装印尼海军舰艇，成为近海反舰威慑的核心武器。除此之外，印尼还采购舰载近防系统、FD-2000远程防空导弹、翼龙察打无人机，完善空海一体防御。近年来，印尼持续洽谈中国轻型护卫舰、登陆舰、精确制导弹药等重磅装备，军备迭代速度持续加快，不依附西方，不绑定单一阵营，用成熟可靠的中式装备补齐海空短板，是印尼多年来最明智的国防选择。第7名，塞尔维亚，欧洲唯一中式军备核心用户。在整个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清一色装备北约体系武器，塞尔维亚是唯一一个大规模成体系列装中国主战装备的欧洲国家。受长期西方制裁、武器禁运影响，塞尔维亚无法获得欧美先进军备，而中国无差别、无政治捆绑的军贸合作，彻底改写了塞尔维亚的国防实力。塞尔维亚核心采购清单堪称豪华 ，FK3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让塞尔维亚第一次拥有现代化区域防空能力，彻底告别无远程防空的窘境。翼龙
7H 系列无人机大批量列装，实现全天候察打一体作战；远程火箭炮、单兵反坦克导弹、精确弹药，全面升级陆军野战火力。在北约包围的地缘环境下，中式装备撑起了塞尔维亚的国土防空和国防底气，也是中国军工成功打入欧洲主流防务市场的标志性突破。第6名，沙特阿拉伯，中东豪门的中国军工大买家。提起沙特，大家第一印象是重金采购欧美顶级装备，但近5年，沙特的军购风向彻底逆转，成为中国高端军工的重磅大客户。中沙军贸渊源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东风导弹世纪大单，震惊全球。而如今，沙特的采购早已从单一战略武器升级为全套现代化主战装备加生产线引进。沙特大批量采购彩虹4、彩虹5大型察打无人机，并且直接引进全套无人机本土生产线，实现自主生产、自主维护，掌握现代化无人作战核心能力。除此之外，沙特重金订购52DE大型导弹驱逐舰、远程精确火箭炮、激光制导武器等顶级装备。作为不差钱的中东霸主，沙特敢于舍弃部分美制装备，重仓中国高端武器，直接证明中国军工的综合实力已经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第5名，缅甸，三军全面中式化的东南亚老牌客户。缅甸是中国军工最忠实的长期合作伙伴之一，海陆空三军主力装备大半都是中国制造。空军方面，缅甸列装枭龙战斗机、歼7系列战机、K8教练机，构建完整空军作战与训练体系；陆军批量装备 VT 系列坦克、步兵战车、远程火箭炮，撑起陆地主力作战力量；海军装备国产护卫舰、猎潜艇、反舰导弹，守护近海安全。长期的地缘局势让缅甸需要稳定、可靠、易维护、低成本的国防装备。数十年以来，缅甸坚持持续迭代中式军备，从老旧2代装备逐步更新至现代化主战装备，全套后勤、维修、弹药体系完全适配中国标准，是东南亚中式军备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4名，泰国，东南亚高端军购标杆。如果说缅甸走的是性价比路线，那泰国就是东南亚高端中式装备采购的天花板。泰国军费充足，眼光挑剔，对武器实战性能、可靠性、现代化程度要求极高。经过多次军演实测、装备对比后，泰国最终大规模重仓中国高端主战装备。陆军主力全面换装 VT4 先进外贸主战坦克，这款坦克信息化程度高，火力强悍，机动优秀，综合性能对标世界顶级坦克，全面替代泰国老旧欧美坦克。海军更是重磅连连，订购3艘 S-26T 先进常规潜艇、71亿万吨级船坞登陆舰、新型护卫舰，直接让泰国海军的两栖作战、水下作战能力跃升东南亚前列。从陆地重装、海上巨舰到防空火力，泰国用实际采购证明，中国高端军备完全具备和欧美顶级装备同台竞争的实力。第3名，阿尔及利亚，非洲第一军工大户。阿尔及利亚是北非军事强国，曾经长期依赖俄制装备，但受俄乌冲突影响，俄罗斯军工交付迟缓，产能不足，更新滞后，阿尔及利亚顺势全面转向中国，大规模补齐军备缺口，一跃成为非洲规模最大的中国武器进口国。阿尔及利亚的采购清单覆盖海陆空全维度， VT 系列主战坦克、远程精确打击火箭炮、彩虹大型无人机、FD-2000远程防空系统、国产轻型护卫舰、全套反舰与防空弹药。无论是装备数量、单价总额、体系完整度，阿尔及利亚都稳居非洲第一，成为中国军工扎根北非、辐射非洲市场的核心战略伙伴。第2名，孟加拉国，南亚低成本国防典范。孟加拉国人口众多，军费有限，周边地缘压力极大，想要建立现代化国防，却无力承担欧美俄昂贵军备，而成套、廉价、成熟的中式装备是孟加拉国国防现代化的唯一出路。陆军列装 VT5 轻型坦克、MBT-2000主战坦克，构建陆地突击主力；海军批量换装国产护卫舰、导弹快艇，大幅提升近海防御能力；空军装备歼7战机、FK3 防空系统、预警雷达、察打无人机，同时持续洽谈引进歼10 CE 4代半先进战机。依靠全套中国制造，孟加拉国以极低的成本搭建起一套完整、成熟、可长期迭代的现代化国防体系，常年稳居全球中式武器采购总量第2名。第1名，巴基斯坦，无可撼动的铁杆核心，中国军工第一海外用户，全球进口中国武器最多的国家，没有任何悬念，就是巴基斯坦。根据 CIPRI 权威数据，
中国近5年出口武器总量中，超60%最终流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80%以上的进口军备全部来自中国，是断层式领先的第一大客户，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赶超。中巴军贸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是联合研发、深度共建、体系共生的战略合作。空军领域，中巴联合研发枭龙战机，巴基斯坦实现本土量产，批量列装歼10 CE 4代半战机、霹雳15远程空导弹、ZDK 3预警机、红旗9B 远程防空系统，构建完整现代化空战体系。海军领域，54AP 先进导弹护卫舰、麒麟级常规潜艇、综合补给舰先后交付，彻底重塑巴基斯坦海军战力。陆军领域 ，VT4 主战坦克、远程火箭炮、反坦克导弹、野战防空系统全面列装，陆地攻防能力全面升级。不仅如此，巴基斯坦未来还将引进中国的歼35 AE 隐身战机、红旗19反导系统，向隐身化、反导化、现代化全军升级。